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胡迪尼的小案例。我们会制作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风扇的动画，但是呢，我们整个的制作过程是不会K 一个关键帧，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不了解胡迪尼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来感受一下胡迪尼与其他软件的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也是胡迪尼这款软件的魅力所在。这个动画是来自于Instagram 上这位博主的一个动画。我们先来看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动画。这个动画的话，整体来说是比较简单，然后它是由动的部分其实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个是里面的这个扇叶，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整个风扇的一个摇头，第3个的话就是这个布条的一个运动。我们进入胡迪尼，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拿到这个风扇的一个模型之后，我们将它导入进来。导入进来的话，我们如果是 FBX 正常是通过这个左上角这个部分导入进来。这里面的话，我是直接通过拖拽的方式将这个导入进来。然后拖拽的话，我们需要使用到这样一个外置的一个插件，来自于OD Houdini Shelf Tools。然后我们导入进来之后，我们观察鼠标放在这个节点的位置上，点击一下这个字母小 i， 可以看到这个模型所附带的一些属性。当然了，还可以使用 Ctrl 加鼠标中键观看。我们会在处理模型之前，把一些不需要的属性给它删除掉。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型它的内存占比就会降低。对于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其实只需要用到它的一个name 属性，其他的其实都没有用到。但是为了我们后期上材质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在这儿保留了这个 UV 属性，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节点叫做 attribute delete。选择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被选中的这些属性都会被删除掉，只保留了这个 UV 跟这个 name。然后同时我在这个地方点击了这个地方 lock， 锁定了之后，锁定的意思就表示说这个模型就已经保存在这个工程里面，我即使在这上面断掉都是没有影响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尺寸 size 大概是30×40米。我们整个动画的话，它后期是有一个模拟的一个过程，这个布条的布料的模拟，我们尽量控制在1到10米之间，所以我们使用 transform 将这个模型缩小到0.2倍，也就是缩小5倍。我们再次观察，它这个 size 就是6米乘以9米。然后我们的动画，前期我们在模拟之前要处理好它的一个摇头的动画跟这个扇叶的一个旋转动画，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有动画的部分把它分离出来。我们正常是在这个界面上按回车，然后按下字母 S， 选出我们有动画的部分，或者说我们选出没有动画的部分。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选出没有动画的部分。双击的话，鼠标左键的双击，它就会把相连的这个模型一起选中，然后按住 Shift 键就会加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已经选中了，这些是
在整个场景当中是没有动画的，原地不动的。我们按下Delete 键，注意鼠标是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摇头的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鼠标选中这个节点之后，按着 Alt 键向右拉，拖拽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选择 Delete Non-Selected， 这样就会把没有动画的部分也给它选出来了。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操作，你看这个以及这两个部分。然后我们这个风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扇叶的动画是随着这个摇头这个动画一起动的，所以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是先做这个扇叶的动画，也就是说先做这个子集的动画，再做这个摇头的副集动画。然后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需要选出这个扇叶的部分，对吧？看一下，对吧？我们要选出扇叶的部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就是操作，跟这个上面这个操作是一样的。选出扇叶的部分以及这个摇头的部分，我们把它分离开来。分离开来之后，它整个动画是有一个轴，就是方向轴。它会围绕着这个方向轴做一个摇头，以及做一个旋转。具体的来说，其实它这个摇头动画其实是应该是跟随的是这个轴向，摇头的动画是这个轴向，然后中间扇叶的旋转动画是这个轴向，对吧？我们在其他软件当中去做这个操作的话，我们选出轴向的话，通常是手动对齐。然后在Houdini当中，我们有更加精确数学的办法，当然前提是建立在这个模型本身是比较对齐的一个前提下。假如我要用手动办法怎么做呢？我们选中这个，我们还是使用轴向的话，还是使用这个 transform。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 transform， 然后它默认这个轴向是在视觉中心。我们需要把这个轴向移动。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我们要选出这个轴，这个旋转轴嘛。我们要把这个轴弄到这个位置，这条线上，来让这个中间的扇叶有这个旋转动画，对吧？我们首先使用 transform， 然后在这个界面按回车，鼠标右键选择这个 pivot mode，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移动轴向。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专门移动轴向的，有一个数据的变化。我们要移动到这个位置，这个中心点的位置，所以我们需要点击这个对齐，点击之后，然后再移动，放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点就对过来了。然后我们按空格加2键，空格加3键进入前视图。你像这个视图的话，我们比如说现在围绕着这个 X 轴转，也是不对的，对吧？我们需要让这个角度对齐。角度对齐的话，我们就是调节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手动对齐，所以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大概。你看一下，然后这时候再转动，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是手动对齐，所以不能保证100%。这个地方我也只是演示一下手动对齐的一个操作。比如
现在是5，对吧？这是我们手动对齐。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空格加1，回到这个透视视图，然后在这个界面我们再按一下回车，你可以看到这个轴基本上是对齐到这个轴向上。这就是我们手动对齐的办法。但是呢，我们是胡迪尼，所以我们使用一个数学的办法来完成这个操作。这个轴我们首先要确认这个轴，它其实就是一个矢量嘛。矢量的话，我们也就是一个线，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画了一条线。然后这条直线的话，需要有2个点来确认，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 group 节点，演示一下 group， 切换到点模式，然后点击这后面的这个箭头，我们选出起始点跟终点这2个点，然后也是在这个界面，一定是在这个界面回车。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2个点，然后在这个选出来之后，是吧？然后我们使用一个这个地方，我们使用 delete， 还是这个节点 plus 这个节点，然后我们选中刚刚设置好的这个组，也就是这个组，得到2个点。得到2个点之后，我们使用 attribute wrangle 这个节点，我们使用一个书写代码的模式这是非常基础的一些代码，就是这个 point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取点的属性，某个属性，像这个地方是0，表示是0号端口，0号端口也就是这个端口，从上面接下来，这个 P 表示的是点的这个 P 的这个，也就是位置这个属性，读取它的 P 这个属性，然后0就是0号点，我们这是点击可以看到0号点跟1号点，读取它 vector P1， 也就是0实例的一个矢量P1 等于这个 P1 的这个0号点的这个位置属性，也就是说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写一下P1 等于 P，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1 的数据跟这个0号点的这个数据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一下，对吧？所以这个 vector P2 呢，等于是2号点的这个 P 属性。然后我们得到了这2个点的 P 属性之后，然后我们使用一个矢量的加减法，因为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是要得到这样一个方向轴嘛，所以我们用 P2 减去 P1， 也就是1号点的数据 P 属性减去0号点的数据P 属性，矢量的相减，也就是朝着这个被减数，也就是说，它会1号点减去0号点，它的方向会朝着1号点，也就是这个方向，然后得到了一个矢量，我们设置为一个属性叫 dir direction， 得到了这个，然后我们将它标准化，也就是矢量的一个标准化，让它这样标准化的之后呢，我们做那个位移各种什么的就不会出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得到这个矢量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0.2是这个地方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矢量这个方向其实就是在transform， 我们不是要设置这个轴心吗？对吧？这个轴心的这个位置，这3个位置属性，也就是其实读取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设置好的这个 P，
0号点的 P。哦，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这个轴向其实，怎么说呢？这个 dir 我们其实是也得到了这个轴向嘛？我们看一下啊，得到了这个轴向。但是呢，我们注意，我们这个旋转轴，我们要确定它的位置。这个位置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点，我们这个地方设置好的一个0号点，0号点的一个 P 属性嘛。所以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已经选出来了这个扇叶，我们需要绕着这根轴来转，然后这个轴的位置就是读取了这个0号点的位置，是吧？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设置了吗？我们设置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通过这个 snap 到这个点上嘛，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transform 来读取到这个0号点的这个位置，这个 P 属性。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操作呢？演示一遍。你在这个扇叶这个地方连接一个 transform， 然后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 add spare input。spare input 就是我们写代码的这个，给它拖入进来。拖入进来之后，我们要引入这个拖入进来的这个节点里面所包含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要读取，将这个这个轴心的位置移动到这个0号点，所以我们这里使用到一个 point， 这个叫做 ActiveScript， 就是火地里当中就是某些节点在引用的时候使用到的是ActiveScript 的表达式，它跟这个在这个节点里面书写的 vex 是有些区别的，所以这个具体要根据不同的节点，你可以说很多情况下啊，就是超过半数的情况下，我们在节点就是已有的节点上输入的这些函数呀，我们来读取某个属性，都是使用的叫 ActiveScript。如果你是在 Rango 里面写的，那肯定是 vex 函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书写的是 ActiveScript。我们要想知道这个 point 这个书写的规则，我们可以在 point 之后写打一个小括号，这里就会写到它的一个用法。像这个一开始使用到的是读取到它的是它的端口号，然后以及 point number 也就是点的序号，以及 attribute 属性 index 是它的一个索引号。我们要读取到的是这个节点里面的0号点的这个 P 属性，对吧？所以我们使用，注意端口号，当你使用 add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的 add spare input 之后，你把它拖入进来，然后这个-1表示的就是这个节点，记得吗？0号点就是读取的上流节点，这是-1嘛，所以是这个-1。我们看一下啊 ，point number 也就是它的0号点。0号点是什么？之后读取到它什么属性呢 ？P 属性，因为我们需要的是0号点的一个位置嘛。然后 index 就是 P 属性不是有3个分量吗 ？x、y、z 表示它的位置，所以0号点 x 就是0。我们将它复制一下。y 轴就是1，就是 index 这个地方是1 ，z 轴就是2。然后我们现在就读取到了这个节点里面0号点的一个 P 属性。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0号点是吧？-2.00795，对不对？-2.00795，然后5.15，包括0.0098，对吧？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回车，我们把这个。我们要显示刚刚的那个旋转框，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按下这个，其实也就是键盘上的1，
我们看一下这个轴，你看这个轴就挪到了这个点嘛，0号点上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去做旋转的话，它是不对的，因为它这个角度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取它的一个角度，对吧？角度的求取的话，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Vex。角度求取实际上我也不是很熟悉啊。这个时候我们是运用到了一个 AI， 这里我用到的是豆包，就是我会在这个地方输入 Houdini 如何计算矢量与平面的角度，然后它会给出一些方法，对吧？然后我最后是使用到了它的一个。对，最后我是使用到了这个方法2里面提到的方法。首先是这个，我们还是之前就是这个方向，这个轴向的方向，虽然我们没有用到，但是我们在读取这个轴心的位置的时候没有用到，但是我们在求取角度的时候是用到了。首先是我们使用这个 dot， 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平面就是它是怎么说呢？我们需要求取到的角度是这个轴向与这个轴向的一个角度，对吧？或者说这个轴向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矢量，然后这个平面也就是这个地方 x 轴1-0-0，然后这里使用的是 dot， 通过它的点击，我们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I 写的，计算了矢量与法向的夹角，然后得到了这个点击之后，用 A cross 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点一下 F1， 你看 A cross 返回参数的余弦值。其实这个东西你也不需要知道特别清楚哦，你通过 AI 之后，你看得到了这个数值。注意，现在得到的是弧度，然后我们再将这个弧度使用这个 AI 里面是没有提到的啊，你要有个基本的理解，因为这个地方得到是弧度，我们怎么看呢？你比如说，我现在赋予一个等于 degree， 我们看这个值如果特别的小，我们就知道它肯定是一个弧度。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角度。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角度呢？因为我们回到这个旋转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是对这个轴向修改嘛，对吧？你注意看，我们给一个5度，它就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所以你如果这个地方得到的是一个 0.008， 那肯定跟这个相差的太远了。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地方求取到的是一个弧度，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内置的 degrees， 其实这里面它是没有写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逻辑思维，就是通过这个 degrees 将这个弧度变换为角度。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 你看，将这个弧度变成角度之后，这个 A 就变成 4.97 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要把这个地方计算出来的这个4.97，我们输入进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手动输入也可以，但是我们用数学就是更适合 Houdini 的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其实程序化都是这样做的啊，不会去手动，我们直接使用它内置的一些函数呀来读取到这个数值。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同样的，因为我们输入进来了嘛，我们读取到的是这个地方通过已经输出了一个叫 A 的属性，所以我们还是同样的使用到这个 point 这个 hscript，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读取到的是 A 那个属性，所以我们将它复制过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将中间的 P 改为 A， 注意观看，这个值就读取过来了，对不对？注意这个地方一定是将它变成一个可以传递的属性。你像这个地方是这个变量它是不能够往下传递的，你看这里面是没有的，
这个 vector， 也就是说只在这个节点之内运行，我们会调用到它。但是如果你是通过 at 这种方式书写出来之后，它就会保存在这个节点上面，并且你往下，你看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它也还是在这个数据，所以你需要变成一个可以传递的属性。我们这里变成一个 AF 表示 float 浮点属性，然后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然后这个轴向就对了。你看，我们再去旋转，是吧？看一下，对吧？这个轴向，如果说这个建模是标准的，那这个轴向100%没问题的。当然了，其实实际上这个建模是不是很标准，你可以观察到，我们转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偏离，但没关系了，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演示。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轴，也就是我刚刚演示的，也就是这个节点。然后我们现在要它有一个旋转的动画，并且我们到指定的时间之内之后，我们要让它停止，对吧？怎么做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写了一个，就是 attribute wrangler， 是吧？再写了一个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读取到它的属性。看一下，实际上如果你正常的话，正常做动画的话，这个地方肯定是K 帧嘛，对吧 ？K 帧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演示一下啊 ，K 帧，比如说第一帧的时候是0，也就是 Alt 键加鼠标左键，在你要 K 帧的位置点击一下，然后比如说在第200帧的时候，我给一个2000，然后再 Alt 加鼠标左键 K 一下帧，然后它就有一个旋转动画。太慢了，我们在200帧的时候直接改一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 K 一下帧，你只要在关键帧改数字，它就会自动修改。你看现在有一个关键动画，但是它默认是一个缓入缓出。我们在这个 K 帧的位置，鼠标左键、鼠标中键点击，然后同时按住 Shift 键，就会弹出这个动画曲线。你看，这是我们 K 的帧，它默认是一个缓入缓出。我们选中之后，按这个，它就会变成一个线性动画，对吧？这就是我们 K 帧的一个演示。我们如果不想 K 帧呢，这里我们演示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个$F 读取到它的一个帧的变化。$F 的意思就是你每一帧是多少，底下这个时间轴嘛，这个帧是多少，这个数值就多少，看到没？但是太慢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后面乘一个数字，比如乘以50，它就有一个动画，对吧？这个速度的快慢，其实就根据你乘的这个数值去调整，对吧？但是呢，这个动画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后续是要做整体的一个动画的调整，看一下啊。其实这个也没问题哦，这个也没问题。哎，我看一下，好像没问题啊。有问题。当你使用这种 F 帧的方式去 K 帧，你看，如果你是用 Retime 来调整它的一个速度快慢，你比如说，你看 Retim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我通过这个 Speed 改变它的一个动画速度去 K 帧的话，它就会有一个
缩小，你看这个模型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使用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一个控制手法。我们来看一下，我使用的 attribute wrangle 写了这几行代码，然后注意，我们也是要读取这个代码之中这个属性的值。然后注意，它是上面它跟这个不一样，它这个是连接上面是有点的，它是有输入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输入，我们是一个单独的节点，所以我们需要读取到的是这个 detail， 也就是这个点，这个是点，这个是顶点，这个是面，这个是detail。注意要读取到这个属性，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 run over 修改成 detail 之后，然后给了一个浮点，等于了这个 time 试试，然后这个 time 我们将它赋予成这个全局变量的 time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time 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跟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演示的 $f 是一个意思，它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你看一下，但是它变化是秒的变化，不是真的变化，帧数的变化。我在这个工程设置里面是25帧每秒，所以我们基本上25帧为1秒，所以你可以观察，到第26帧的时候它变为1，25帧为1秒，然后到第50帧的时候，51帧的时候是2，是吧？对吧？它是一个秒数的变化。同时，我们使用 fit 函数，将我们这个时间做了一个映射。这个 fit 也就是remap， 我们将它从0到10秒，就是给了一个 duration， 也就是我们将这个动画持续的时长。我这个地方设置的是，比如说是11秒，0到11秒映射到0到1 ，fit 函数。然后同时我们对这个 animate 这个浮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地方的 AA 这个属性的一个变化，是0到11秒，0到11秒，也就是11乘以25， 275，对吧？275的话，应该是从这个 AA 这个属性应该是变到1，对不对？我们只看上面这个275，这个对吧？0到1。然后我们现在得到了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属性 AA， 然后我们将这个属性 AA， 也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再次将它重新映射一下，变成了一个新的属性叫 anim。然后我们对这个使用的是 channel ramp 这个表达这个书写函数吧，函数表达这种书写方式。你想知道这个函数的具体作用，我们就是选中之后按下 F1， 看一下，就是 Houdini 就是这一点非常的方便，它会解释的很清楚，关于这个每个函数的书写方式、书写方法，在它的内置的一个使用说明里面都写的有。然后得到了这个曲线，我们将这个曲线做一个可以真的理解，它默认是这个样子啊，它默认是这个样子，一个线性的。然后我们将这两个变成一个 B 样条，同时添加一个点，然后它就会这个动画，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调整它的一个动画曲线。那么它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前面是线性的，然后在末尾的时候有一个缓出，对吧？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AA 是线性的 ，anim 是通过曲线重新映射过的，你会发现，你看到没？它们两个属性的一个不一样的区别。
然后我们将这个属性，这个 anim 这个属性，我们应用到我们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旋转上来。我们同样的是通过 add spare input， 我们将这个看一下，这个地方我是没拖进来啊，我们是我们是这么操作的，是这么操作的。写了一个，首先是新建了一个 none 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白节点，然后我在这边拖进来一个浮点，比如说，然后这个地方我给了一个名称 anim， 我们将它改到其实这个不改也可以，无所谓。然后确认之后，我们同样这个地方使用 add if spare input， 我们将设置好的这个节点拖进来，同时我们要读取到这个anim 属性，对吧？但是注意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在 detail 层级，所以它使用到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使用到的是 detail 负一这个端口，然后属性叫 anim， 然后 index 是0，对不对？它就会读取到这个值上面的这个 anim 这个属性，你看一下。当然它不会在这儿显示，它会在这个地方直接显示过来。你看，从1帧到275帧，它有一个这个属性的变化。然后我们将这个属性再 copy 一下 ，copy 之后，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相乘，重演示一遍啊。这个注意，我是 Ctrl 加 Shift 按一下鼠标左键，清零之后，在这个位置鼠标右键选择这个 Paste Relative Reference， 我们就把这个 none 上的这个值给它映射过来了，对吧？你看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在这个代码的模式下，我们乘以一个-100，看一下，你看。它这个速度太慢了，你看它实时在动的，然后在第275帧开始停嘛，因为这前面这个值是在动的。然后比如说我再乘以一个10，我们将它速度，将它的那个倍率增大，我们再看一下，还不够，我们再增大。你看，它就有一个，前面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动画，在接近10秒的时候有一个缓出，对吧？缓出。所以我如果把这个调整一下啊 ，Ctrl 加鼠标中键恢复默认，点一下这儿。那么你可以预想到它这个动画是什么样，应该全程是一个线性的，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曲线是线性的。把它增大一下，你看，它全程都是线性的，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是11秒嘛，对吧？275帧，包括它停止也是，对不对？直接就骤停了。但是我们这个动画你记得吗？我们这个动画它是一个缓停的，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动画设置一下 Beyond 条，然后点一下添加一个点，它有一个缓出的一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平均，然后到最后缓，这样我们就通过一个不 K 帧的方式来完成了这个叶片的一个动画。
我初始的设置是这都一样的，然后这个 control 这个节点，包括这个 duration 这个节点，都是通过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方式拖一些这个浮点给它拖进来之后，然后我们直接这样映射过来了，也就是我只通过这个 control none 这个节点控制了所有的参数，然后同时我这个地方不是有个 speed 吗？这个 speed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不是成了一个80，然后我原始的这个地方就是将这个 speed 复制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右键复制相对参考，然后就把这个 speed 控制过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一开始的设置，然后随时可以在这个地方控制速度，是吧？这个100、110，对，这个太慢了，70，然后它有一个缓出，是吧？在第11秒的时候停止。这就是我们一个叶片的一个非 K 帧的动画，通过这个地方的曲线来控制它的一个速率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 duration 控制它的动画时间，然后通过这个 speed 来控制它的速度，是吧？然后往下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得到它的一个摇头动画，摇头，是吧？摇头动画实际上我前面讲，我说摇头动画看这的话，前面摇头动画实际上是这个地方，这个轴，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得到的是，这两个什么？这两个点，或者说这条线，对吧？看一下由于它原始的这个上面，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具体是哪个点，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底座，就是没有动画的这个部分来做处理的，这个部分来做处理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group 节点得到了这个点，对吧？注意这个点，就是我们选中之后回车，我们知道它是5017号点，所以我们把这个轴心要固定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在这个 transform 这个位置，同样的 H 你注意 H 是让这个画面回到你所选的中心 H， 所以我们把这个 group 3给它拖进来 ，group 3拖进来之后，注意这个地方变成 spare input，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就变成 input 1了，所以这个地方变成-2。如果是 input 0，就是-1。我们读取的是5017号点的 P 属性，也就是这个，我们把轴心移动到这个位置来，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它就到这儿来了。然后我们同样的也是要读取到它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实际上就是就是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一样的角度，所以我们这个 spare input 0就是之前这个，然后读取到这个 A 属性嘛 ，A 属性就是这个角度，对吧？然后我们再在这个上面去做围绕着这个轴，这是什么轴，对不对？这个是 Y 轴，去做一个 K 帧，对吧？或者说做处理，然后它就有一个摇头动画。然后我看一下啊，然后这个摇头动画其实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比如说我先复制过来，我们要完成这个摇头动画，它是一个来回的一个循环，来回的循环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三角函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用三角函数我们看一下啊，你看 sin 函数它是0到1
0到1，再到0，再到-1，它这样一个循环往复，包括 cos， 所以我们要使用到这个函数的时候，它就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来回往复的一个过程，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地方，其他的都不变嘛，还是跟以前一样。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sin， 默认的话是吧 ？sin， 它就有，把这个乘以3也去掉，它有一个摆动，对不对？它有一个摆动，虽然很微弱，从顶视图来看的话，对吧？这时候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它的幅度太小了，第二它的速度太慢了。幅度太小了，那么我们知道后面乘一个20，它摆动的幅度就加大。然后摆动的频率太低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在里面乘一个3，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是吧？所以同样的，我们在 Ctrl 这个节点上面新建了2个这个浮点，一个叫 frequency， 一个叫做amplitude。我们把这2个数据 copy 一下，然后再一个是乘以它的就是括号里面的嘛，给它相对参考进来。这个是控制它的一个摆动的一个幅度频率的，就是快慢。然后同时我们在最后乘以一个这个看一下，乘以了一个这个地方乘以了一个 amplitude 是什么呢？也就是它的一个强度，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乘以了一个20，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是吧？然后这个时候还做了一个操作，一个是我们注意看啊，这个地方后面还乘了一个，中间我们先不管中间，我们先管最后。在这个空白处按刷 Ctrl 加 E， 放大，看这个地方乘以了一个 element 2，element 2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把这个节点之前我们设置的这个怎么获取这个东西，这个 element 这个属性的这串代码，我们复制了一下，然后同样的，我们将它这个曲线反向了一下，注意我们反向了一下，然后也得到一个 element， 看一下，但是它根据曲线的变化，知道吧？前面是平的，是吧？然后后面也是一个缓出，然后我们将这个属性乘到这个位置来，那么它就有一个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也是11秒嘛，对吧？也是有一个缓慢的停下来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们通过 K 这个曲线，是吧？然后再看这个，它中间记得吗？中间它还有一个 offset， 这个 offset 是什么？也就是中国Ctrl 上面的这个 offset， 我们把它一个整数的一个参数变化放到这里面来，我们用来控制它的一个起始的这个位置，看到没？起始的位置也通过这个 Ctrl 这个节点。比如说我们第一帧的时候，我们这个位置不好看，或者说我们结尾帧的时候，主要是控制它的位置，反正176，对吧？然后 element 2嘛，我们也是映射到这里面的，跟这上面的 element 1是一样的方法。我们把这个读取到这个这样拖进来，然后同样的是 detail 这个-2读取到这个属性，然后再乘进来，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Ctrl 来设置，然后我们
我们再将底座没有动画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 merge 在一起，然后这就是整体的一个动画。然后我如果后期还想做变化呢，我们通过一个 retime 节点，就前面讲到的这个 retime 节点，我还可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retime 节点，我们看一下啊，它动画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哦，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这个 offset 要调整一下，它就会有一点点往回摆。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 retime 节点，然后将读取到的这个 animate 2，也就是这个属性的变化，我们映射到这个 speed， 也就是将这个地方呢 copy 一下，然后复制相对参考，复制进来之后，我们再来看，它对它整体再次做一个速度的变化，你会发现它末尾的时候，这个叶片的停止就会更加的自然。如果你只是在这儿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回头，看到没？它有一个摆动，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在这儿的话，使用这个 retime 的话，你看它提前就停了，因为它这个缓动的话，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画制作。这个实际上看起来很复杂，其实我们真正去做这个，我们做这个动画的话，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操作，主要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演示这个Houdini这些操作这些知识的一些运用。实际上，如果是你要大型的一些程序化的一些处理啊，或者多个模型啊，当你完成这一套，使用这种方法来完成这一套那个搭建的话，你后期的调整是非常的方便的。Houdini这个东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做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从零开始搭建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是非常费时间耗神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当你完成这次搭建之后，你后续的操作修改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它是那种非破坏式的。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要调整它的一个速度啊，是吧？我们中间叶片的速度我们需要再快一点，是吧？然后或者说我们只需要6帧，是吧？我们只需要6帧整个动画，你可以看到6帧的话也就是150，对吧？你看就完成了，就很方便。我就想说的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每个东西都产生了深刻的关联。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它的一个模拟的一个动画。模拟动画的话，我们先看一眼。我们主要是让这个布条，我们要得到这个布条，让这个布条固定到这外框上面，然后再做一个模拟的动画。所以我们首先要选出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将这个布条复制到这个外框上面的一些点上面，所以我们将它固定到第一帧，因为现在是已经有动画了嘛，我们固定到第一帧，然后通过我之前讲的嘛，这边不是有一个 name 属性嘛，对吧？我们通过这个 blast， 我们可以直接它自带的有些属性，我们可以选出来，对吧？选出来，就是这个我们再选出来，然后点击这个 delete non-selected， 保留我们想要的组别。然后我们只需要前面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在前面这一部分撒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撒点。好，我们通过 bound 就是一个边界框，它会根据你这个物体
然后勾选这个方向，它会计算出一个边界框。我们将它朝这边移了一点。注意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计算根据你当前的这个物体，然后计算它的一个世界中心，将这个世界中心的轴演示一遍。你看，它默认是在这个轴心是在世界中心嘛？然后我们将这个是默认的，我做了一个我做了一个预设，就是你可以手动输入$CEX 这个3个输入进来，它会计算把这个轴心移动到这个物体的一个置心位置，然后我们再做移动的话就很方便嘛。我们位移，然后我们选出这前面这一部分，对吧？然后是赋予了一个属性 mask。然后使用 scatter 节点，在这个属性上，根据这个属性撒点，点击一下这个mask 属性，我们撒了5个点。我们要选出合适的位置，合适的位置的话，就通过这个 C 的值，看这个点的位置就会在变嘛，在我们选中的区域里面，这边我是选中这个。然后将这个布条，我们先来看这个布条。这个布条通过这个 attribute just float， 沿着这个 z 轴给了一个属性 AA。然后 AA 最小的，把这个范围缩小，给了一个组。这个组我们就是固定到最后这个风扇上面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布条的最前端、最顶端，我们要固定到这个风扇上面，对吧？所以我们选出了一个组，通过这个 attribute float 这个属性是用的非常，这种方法通过 bounding box 的方式是非常用的，就是你再怎么调整这个大小，这个属性是不变的。所以这个组别它永远是能够选中的，你即使你再怎么调，你看还是这样。看一下，然后选中之后。这个地方，通常我们在做动画之前我们需要给赋予物体 UV， 这个 UV texture Y 轴投射。我们在这个界面按下数字键5，然后再按下 H 放大你所选的物体，你可以看到这个 UV 它是铺满了这个 UV 的 UV 岛 UV Island， 是吧？点击这个可以查看 UV。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match size 这个移动到这个，看一下，它默认的话是沿着 Z 轴。这关于克隆的话，其实我在前面的课程里面都已经提到过，就是看一下。选到的是这个资产，就是关于方向这个问题，我在这节课其实讲得很清楚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因为它是按照 n 属性去对齐方向的话，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给了一个-1的一个方向，-1也就是朝下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尽量让它不要穿插，所以你看，
默认，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为什么给2？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给2啊。这个根据你自己的结果去调整吧。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不给2的，不给2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给了个2，便宜了一点点吧。然后当你发现这个方向不对了之后，你可以再次通过这个 transform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朝向以及它的一个大小，对吧？你看，如果是这个样子，这方向肯定是不对嘛。然后先朝着这样，然后再这轴调整了一下。具体的原理的话，还是看我之前的教程吧，会讲得很清楚。注意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你使用 copy to point 之后，当你右边的点有些属性跟左边的点上面的一些属性相重的时候，它会把右边点上的属性会覆盖左边物体上本来的属性。有2种方法，你想保留左边物体上本来设置好的属性，像这种情况，像当前这个案例，它是有一个 UV 属性，由于它本身这个物体上带 UV 的嘛，带 UV 的。所以我们需要第一种方法是把这个点上的 UV 给它删除掉，对吧？第二种就是我们在这个 copy 这个地方属性选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UV 也是跟前面一样，不要复制这个 UV， 这样也可以，这样这个 UV 就不会复制到左边的物体上，那左边的物体的 UV 它就能够保持住。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经常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copy 的 point。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看，我们先往下走。现在有一个动画，我们把这个变成布料，然后右边连接的是它的一个碰撞体。我们需要把这个布料固定到我们的这个风扇的外壳上面，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Vellum Constraints 里面的 Attach to Geometry， 记得吗？我们前面设置一个 Group 4， 也就是我们将这个点attach 到这个碰撞体上面，它这样就会，这个布料这个前面这部分就会跟随这个碰撞体来运动，是吧？它有这个运动。然后我们进入模拟，我们本身那个动画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一个往下吹，然后到最后动画结束的时候，它就松下来，对不对？松下来。然后我们说了，我们不用可以针的方式，默认的话，默认的话是这个样子，它是随着动，它只有自带的有一个重力，然后没有一个风吹的动画，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啊，给了一个point 节点，point 节点有一个看一下。poin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p wound， 然后你会给一个风力嘛，对吧？你比如说它初始是一个这个方向的有一个风力，对吧？有一个风力，但是呢，你注意到它本身这个，我们从自然的物理规律来说，它这个方向是在变的嘛，它会跟随这个扇叶的方向在变。你如果直接给一个这个风力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个风力一直是对齐的呢？是不是很难操作，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我们之前记得吗？我们之前设置的不是做了一个轴向吗？沿着这个方向不是取了一个轴向吗？然后这个轴向不是它会跟随着动吗？是吧？所以这个方向这个矢量也会跟着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动的这一部分，把这两个点取出来，然后我们算一下，我们把这个直接 copy 过来啊 ，copy 过来得到一个，其实我们要的是这个，对吧？这个其实不用，我们得到了一个 dir 是吧？一个矢量，方向矢量，然后这个方向的矢量是在变化的，它会跟随这个动画而变。然后我们将这个矢量作为它的一个风力方向，是吧？所以我们注意，我们设置好之后，我们这个进来新建一个叫 solver 的节点，我们在里面使用 attribute transfer， 将刚刚设置好的这个矢量通过 transfer 这个节点引入进来，读取到刚刚的 dir 这个属性，这个 dir 这个属性，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布料上面就有这个 dir 的这个方向，然后它会跟随这个运动不停的变化DOP 也就是模拟当中它是这样的，就是 volume solver 它默认只会读取到第一帧你进来的所有数据，它里面的更新是不会随着上面连接的更新而更新。你想要读取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数据，那么你就要在这个模拟当中去读取，所以你读取过来之后，这个 dir 这个运动的 dir 也会引入进来。同时我们得到这个 dir 之后，我们在这个问的这个方向勾选这个 dir， 不是有了这个 dir 这个属性吗？注意这个 v 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你在这上面引入进来之后，你有时候在这个再往下面去读取这个属性的时候，它无法分别你这个是矢量还是浮点之类的，你最好是把这个 v 选上，然后它现在有个方向，对不对？方向之后，然后它就会沿着这个电风扇的这个方向给它吹风，对不对？给一个风力的方向。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动画不是在末尾的时候会停下来吗？那我们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前面讲到的，是在这个地方给予了它一个 mask 属性。这个 mask 属性是根据前面的我们的 duration 这个值做了一个变化。duration 记得吗？就是我们在 control 这个地方来控制它的整体的一个动画的一个长短。整体动画长短是11秒，在275帧结束嘛。然后我们将这个时间由它的起始帧、结束帧来控制它的一个 mask 的变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默认是11帧嘛，默认这个数值是11秒，11秒到13秒有一个1到0的变化。如果我们不看这个05的话11秒到13秒有个，也就是说从第275帧开始往后到第13秒，这个属性值开始变为0。但是因为这个动画它有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我们这个布条的动画，它不可能马上结束，就持续时间一到，它就马上停下来，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在提前就把这个属性值降低，就把这个 mask 值降低，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mask 这个值的变化会影响到这个风力的大小，对吧？我们引入进来这个风力的大小，所以我们要提前来对这个 mask 属性做一个下降，是吧？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给了一个减5秒，也就是说我们11减5得6，第6秒钟开始这个属性开始变化，6乘以25帧等于150帧，对吧？从第150帧开始，这个 mask 属性开始往下降，然后2秒钟之后，150也就200帧的时候变为0，这个风力就变为0，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它现在是一个变化的属性，对吧？变化的属性，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solver 里面继续。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从布料引入过来的，所以我们直接用 copy 这个节点 attribute copy 得到一个变化的 mask， 是吧？然后我们在 pop1 的这个地方
乘以这个变化的 mask， 那么它就是从第1到150帧这个锋利是维持不变，然后从150到200帧这个锋利逐渐变弱到变为0，包括我们这个amplitude 也就是噪波的这个强度注意这个地方的书写这个地方的书写为什么它是 wind 呢？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勾选这个 pass through， 你看它有一个自己的一套书写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选择的就是 wind 就是这个地方。当然你也可以把鼠标放在这儿，你可以看到 wind xy 就 parameters 后面有个 wind x、wind y、wind z， 也是包括 wind speed 怎么书写，也就是这个地方怎么书写，对吧？包括这个地方 amplitude， 你看 amp 对吧？控制就是这个强度，包括其他的，它都有一些标注怎么写，是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mask 属性来控制了这个强度。注意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锋利这个节点里面，这个空气阻力，你如果不把这一项也标上的话，它这个下降会特别慢，就很不正常。它这个模拟的结果就会感觉怎么突然之间最后不是没有力量了吗？不是应该马上下来吗？你如果不把那个空气阻力也算在里面的话，它就非常缓慢的落下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锋利阻力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问号。Air resistance 就是有多少的粒子被这个风影响，被这个风场所影响。反正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也要通过这个 mask 属性来控制，它就会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下降，对吧？比较自然的下降，看一下。由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个控制来关联了，对吧？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修改也会影响到它。当然了，注意这个地方是5秒，所以当你这个值小于5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也需要去修改，但是大于5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地方减去5嘛，所以它也是一个程序化的控制。得到了之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点忘记讲了，就是 attach 之后，我们要把这个 resonance scale 要降低一点点，这样就是这个碰撞体跟这个布料它们这个连接就不会这个空隙就不会很大。你把这个值降低之后，就会贴得很近。得到之后，我们删除不需要的属性，然后通过这个节点主要是对布料的后期处理。看一下，就是增加它的一个点数，给了它一个厚度。厚度的读取就是 P scale。你如果没有这个属性，这个地方是不起作用的。你给厚度，然后 smooth 了一下，再保存。这就是整个模拟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画的这个场景的一个制作。首先是卡了一个视角，做了一个摄像机。摄像机的话就是这个位置，然后点一些摄像机，演示一遍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这个视角做一个摄像机，那么我就按住 Ctrl 键加
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它就会以当前视角创建一个摄像机。然后这个地方默认就是锁定的，锁定的话，你就可以任意挪动。这个挪动的方法其实跟那个 C4D 是一样，的鼠标左键。你如果不锁定的话，它就不会根据视角挪，对吧？然后这个地方调整分辨率，这 Icon Scan 就是这个图标的大小，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焦距，是吧？最主要的调节就是这些地方，还有这个是它的一个焦点的位置以及它的一个光圈大小。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背景嘛，当前不是有一个背景嘛，对吧？背景的话就是建了一个平面，然后我们需要对齐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你看它默认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对齐，就100%对齐，就拉一下，然后对齐之后，我们再去在里面做调整，然后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 Ghost Other Objects， 它把其他所有的物体显示，我们再去做调整，看这个就比较合适。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呢？就是它不是这样吗？但是它的一个角度包括一个大小不是很合适，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忘记讲了，就是当我们把这些都做完之后，布条风扇运动的部分和不运动的部分，对不对？我们把它区分开来。为什么区分开来因为我们要做运动模糊，对这种扇叶运动特别快的，我们要做运动模糊，所以我们把它区分开来。区分开来之后，我们这3个部分我们要做渲染。渲染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新建一个 geometry， 然后给一个 object merge， 然后我们把这个物体，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风扇，我们把它 copy 进来，它就有了这个风扇。然后我现在要对这个风扇做运动模糊，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我使用的是Redshift 渲染器所以它会有在 Redshift RBG 这个 tag 上面点击一下这个。但是呢，你使用运动模糊的前提是你这个模型本身它是有一个就是微属性，它不是没有吗？所以我们需要使用 Trio 或者是 Point Velocity 这2个节点来就是计算它的一个速度。这都是显示 bug。显示 bug 的话就是我设置了一个快捷键 F6，具体你可以看我的那个甜甜圈的公开课里面讲到了，它会刷新。这不是显示 bug， 它是默认的这个模式，我们选择这个计算它的速度。你看它就有一个速度了，我们点击这个观察这个 point of trio， 你看它就有个速度，对不对？同时这个节点呢也是它默认也会计算速度。当你有这个属性的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渲染出它的一个运动模糊。然后我们将3个物体分别使用这样的方式拿出来，一个是它的一个扇叶，一个是布条。布条你记得吗？我们本身模拟之后，我们保存了这个微属性，对吧？它所以有一个微。然后这个就因为运动的速度比较的慢，我就没有计算它的一个看一下，就没有勾选这个计算它的运动模糊。然后得到这3个物体之后，我们给了一个 none， 这 none 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需要调整它的视角位置
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就是稍微旋转一下它的角度跟它的一个这个 Y 轴的一个大小，我们往下挪了一点点。光源的话就是这样几个光，一个是它的一个Dome Night 是吧？一个是主光源，主光源是这个位置的一个主光源，然后一个打到背景的一个光，只针对这个背景。注意这几个光，我们都需要把这个背景这个东西排除掉，看到没？在这个最后这个位置要把它排除掉，使用这个符号将它排除掉。除了背景灯之外，背景灯因为它需要打亮这个背景嘛，所以都是使用了这个。然后一个主光、背景光、穹顶光，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氛围光了。你看，还有一个蓝色的，还有一个橙色的氛围光，就这几个光。我们看一眼。材质的话，整体的这个范2就是除了风扇、扇叶以外，其他的所有的物体就是给了一个塑料材质，一个深黑色的一个塑料材质，然后布料的话就是给了一个玻璃材质，透明嘛，纯透明，然后加了色散 dispersion 以及这个 thin film， 让它有一点点这种变色的这种薄膜表面。另外这个背面就是一个粗糙度拉得特别高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标准材质。风扇的话，扇叶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给了一个玻璃材质，对吧？然后颜色也是一个浅灰色。我们看一下后期，就是我们在 RS 渲染器，它跟 SSD 是一样的，包括这些使用其实都是可以无缝过渡的，所以它同样也是可以给在这个渲染的时候就给一个后期，就给了一个拉了一下对比度，然后给了一个LUT， 强度降低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在做渲染的话，其实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就是，你要保证画面的一个质感，然后保证画面中明暗的一个比例，然后最终就是你对这个画面的一个理解，是吧？我们进入到渲染的部分，渲染就是那个渲染设置，注意渲染设置的话，我是在这个地方新建了一个 RAWnet。然后在这个地方新建了一个 RS 的一个渲染设置，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输出帧是吧？选择输出帧的范围。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偷懒的情况下，就是输出为 JPEG 这个模式嘛 ，JPG 这个模式，所以我们把Post Effect 把这些都勾上之后，你前期所有的设置，它都会反映到这个 JPEG 上。你输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输出的画面就是你当前看到的画面。然后其他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 Motion Blur， 你勾选这个运动模糊，因为我们前期设置了运动模糊。然后这个的话，因为场景比较简单，所以我们使用的是重点渲染，就是哪些部分我们提高采样，像反射啊、折射啊、光源，然后开了一点点降噪。降噪的话 ，RS 我基本上只用第一个，其他的都太糊了。然后根据情况调整一下这些数值，其他的这个其实都不怎么用更改，因为这个场景实在是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我们点击这个
render to disk 就可以输出了。这就是今天这个初级小案例的讲解，希望让你对Houdini的一个使用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并不是说所有的，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其实你并不需要这样复杂的一个操作，我只是想演示一下，你通过Houdini可以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更精确的去设置，然后也可以使用不可以真的形式去完成这些动画。谢谢。